打开无底的天窗，夜空点缀着星光。黑夜或许很漫长，却阻挡不了天亮。只要你驻守着希望，我懂你面对的困难，我明白坚持很难。别一个人承担，因为你并不孤单。其实爱就在你的身旁。爱会将心中的黑暗全部都照亮，每一束光芒都会变成力量。爱会在你荒凉心中播种出希望。别害怕艰难，幸福就在前，幸福就在前。别害怕艰难，幸福就在你的前方。在还没有接受检验之前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那我大哥跟我妈没有血缘关系，他的肾不适合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那我跟我弟弟是我妈亲生的，如果我弟弟的肾已经证实了不适合，那是不是代表我的肾也不适合？也就是说，我不需要做检验？哦，不是这样的，只要你是亲生子女，人体的白血球抗原至少有50%是可以匹配的，所以你可以直接进行病毒检验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如果说我的检验结果显示我的肾适合，而我也还没做好心理准备，不想捐，你能不能够不把我的检验结果告诉我家人？哦，或者说，你跟他们说我的肾不适合。哎，你在这里啊？检验过了没有？哇，那么久了，你还没有去检验呢？我根本就没去验。那医生说传过的不适合，不代表我的不适合。我只是怕，如果验出来我的跟妈的配对，到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敢不敢动这手术。对呀，如果验出来你的肾适合捐给你妈的话，到时候你大哥他们就会逼你割掉一个肾。哎，海妮，你不要去检验是对的。他们知不知道你没有去检验？不知道啊，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哦。可是检验报告3个星期就会出来的，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会问的。哎呀，反正是你一个人进去诊室，他们怎么知道你没有去检验呢？3个星期之后，你再告诉他们说你的肾不适合，那不就行了吗？可是妈那里……哎呀，妈那里呢，要给她洗肾啊！医生也说过了，只要准时去洗肾的话，也是可以维持生命的。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？怎么会过分呢？汉妮，你现在是有家庭的人，你做什么事情都要为了我跟阿伯着想。再说，要是检验出来真的适合的话，我也是不肯让你把你的肾给割下来的。来了。哎，阿叶，你们来了。今天去做检查，医生怎么说？没说什么，只是叫我等检验报告出来。你撒谎！我刚才去见过医生了，他是怕捐肾给妈，拒绝做检验。你还是不是人啊？是又怎么样？我们不捐可不可以啊？现在让你救的是一个养大我们3个兄弟，从小到大做几份工作，洗衣服、洗碗，洗到手指的肿泡，拖地拖到脚抽筋的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的？传国，说话要公平一点。
如果换成是你，你会捐吗？我会，大哥也会。阿公说的没错，妈今天得这一身病，都是为我们挨出来的。二叔，洗肾是很辛苦的，1个星期要洗3次，伤口还没有好又要插针，难道你真的愿意让妈受这种苦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如果现在需要换肾的是你的宝贝儿子，你会不知道？传国，这什么异样呢？换肾最多只能维持10年，妈现在已经60多岁了，谁知道她能不能活过70岁啊？不管妈能够活到几岁，我们做孩子的能够见死不救吗？我们不会像你这么没有人性啊！那，你不要打我什么不知道啊！我现在问你，你是不是怕？你怕什么啊？怕没有1个肾不能活啊？我有老婆孩子，万一我发生什么事，你叫他们下半辈子靠谁啊？你不知道肾病是会遗传的吗？你2个只差1个肾的话是非常危险的。与其说我们自私，不如说你们都自私。好，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把我的肾捐给你，我也会。你们说的都好听，你们的肾都不适合妈，也未必会适合传业的。我还是那么一句话，就算你们逼我老公去检验，就算我老公的肾跟妈的配对的话，我也绝对不会让我老公把肾给捐出来。不要吵了。是谁说要捐肾的？是我嘛？医生说只要做了肾脏移植手术，你就可以不用牺牲了。医生有医生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。我说不要就不要。一个人有2个肾的，少1个肾也是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的。美山说的对，少1个肾不要紧，要是另1个肾坏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妈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当然不会怪你，你都是为了传业好。妈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跟他们吵，我是应该把我的肾割下来给你的。别傻了，你是我儿子，我怎么舍得将你的肾割下来给我呢？是，我是很不愿意洗肾，但是我更加不愿意看见你们几兄弟吵吵闹闹。兄弟之间是要和睦共处。我老了，我要走的路也不长了。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很希望你们还会记得，你们要和睦共处。船家，明天来接我回家。回家？我跟医生说好了，我明天一定要回家。哎，许传家，张校长，哎，好久没见了啊，快10年了吧？有了。自从传国离开学校之后，他已经大学毕业，又出来工作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不认老也不行啊。哎，校长，你看起来老当益壮啊。什么老当益壮，满身是病。什么？你是来看病的？不是，我是刚来探望那位肾友，学上安慰人的。什么是肾友啊？我是 NKF 的义工，所有的肾脏病人就是我的肾友。我妈也得了肾病啊，怎么引发的？是高血压控制的不好。哎，大家对预防的知识也真的还不够。就是咯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肾脏病人的情绪很容易波动的，要好好的照顾，千万不要给他喝过量的水。哎，洗肾费是很贵的，你怎么负担呢？哎，我只好去找几份兼差的工作来做。哇，你真的有困难，你可以到 NKF 去寻求帮助。早一点我带你去问问看。哎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可以联络我了。谢谢你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了。哎，大哥，账结了，会不会很贵？还好，这次用保健储蓄还应付得来。我担心的是下次的洗肾费。我找二哥谈一谈。既然说好3兄弟分担，那为什么我要多给一点？我不是一定要你多给，只是希望你可以这样做。
1个月1000块，这负担对我来说已经很重了。你的负担或许是重了一点，可是大哥是根本拿不出来。他拿不出来，我就拿得出来啊。那你跟二嫂的收入是大哥一家人的3倍以上，那区区那500块拿的真的那么难吗？全国我要供房子、供车子的，更何况前阵子我股票又输了一大笔，我真的没办法。那这样吧，那300块你出，另外200我去想办法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妈洗肾可是一辈子的事情，要我们这样帮大哥，对你对我都不公平的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？妈病了这么多年，都是大哥一家人在照顾妈的。我们每次只是轻轻松松的把钱拿回去就可以了，我可以自由自在的，你又不用承受婆媳问题，难道这样对大哥就公平？哼，他现在住的是爸爸留下来的房子，照顾妈也是应该的吗？那如果他真的缺钱用，可以把房子卖掉的啊。把房子卖掉？那妈住哪里啊？到时候要跟你跟我再做决定喽。那大哥一家人呢？他早就应该自立门户了，到时候他要租要买是他的事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的？那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房子卖掉？你知道现在房价掉得多厉害吗？我的房子现在是负资产，我现在卖了，非但套不到现，还要亏本呢。你的房子不能卖，大哥的房子同样也不能卖。为什么不能卖？他那间房子什么时候脱手都有的赚啦。更何况这间房子你我都有份的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自从爸死了之后，这么多年都是大哥用他的公积金去还房子的贷款的。你担心什么？他所用的公积金，等房子一卖，自然会回到他的户口啦。到时候剩下的现金就你我还有妈3个人分喽。那大哥那份呢？他不是亲生的，爸妈把他养到这么大，房子让他住了这么久，难道还要分他一份呢？就算不分给他，那笔钱我们也不能拿，那笔钱是妈的。我赞成啊，那就全部给妈喽，这样我们以后就不用为他的洗肾费而担心了吗？钱你又不肯出，肾你又不肯捐，现在要打房子的主意，你怎么当儿子的？算了算了，当我没有来找过你。我有时候真的怀疑你是不是我二哥。这支票，大哥，这钱你先拿着吧。那你真的够钱用吗？不如这样吧，你先拿回去。放心吧，大哥，我有的。现在妈要开始洗肾吃药了，你随时随地都要用到钱的，收起来吧。还有啊，如果二哥再找你谈卖房子的事，你千万别答应他。房子真的是爸留下来的，如果妈不反对，我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呢？我知道二哥他心里面想什么，他是希望把房子卖掉分到一笔钱，你别中了他的计啊。其实如果卖掉房子可以减轻大家的负担，又能够让妈安安心心洗肾，没有什么不好啊。那你们一家人怎么办呢？你们搬去哪里住？现在大嫂又没有工作，你公积金又不多，你们去哪里找钱买房子啊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只要妈有人照顾，就算住1房4或者2房4的房子，也可以一样生活的。反正我不管。如果二哥他真的要打房子的主意，我一定反对到底的。你别忘了，妈说过我们兄弟要和睦相处。现在谁不和睦啊？大哥，人善被人欺，二哥就是看准你心软才会打房子的主意的。我不是笨的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如果卖掉房子可以解决一大笔医药费的话，我是会考虑的。大哥，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的？妈说的对，做一件事情只对一个人好是没有用的，要么就要对大家都好。许先生啊，我们已经安排你的母亲到大巴窑洗肾中心洗肾，每逢星期1、3、5 7点到12点。谢谢你。有什么需要的话，请随时跟我们联络。我们会的，谢谢。张校长啊，真的要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告诉我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办申请手续啊。对啊。NKF 呢是专门帮助那些经济有困难的肾友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位受惠者。你也是肾脏病人？不像吗？很多年了。张校长，你真的很伟大，自己有病还那么乐意帮助别人。你以为我一开始就这样啊？其实我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，是当时这里的义工开导我，帮助我。我现在啊算是回馈啦。
你知道吗？所有的肾友啊，他们除了要承担身与心的折磨之外，还有要负担沉重的洗肾费，都是很可怜的。不过呢，只要他们保持心胸宽怀，再看看自己身边还有很多比自己还辛苦的人，心胸啊就自然会比较好过一点。什么？要换工作啊？哎，想要做外快。赚外快？哼！要是给你刻薄老板知道了，不炒掉你才怪。管不了那么多啦，家里分分钟需要钱啊，等他发现再说吧。不如我去工作好不好？自从丽玲出事以后啊，你就没有工作了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哦，那个杂货店老板娘想请个人看这店，你说我行不行啊？行，当然行了。不过我听说那个老板娘很凶的，很会骂人的。我又没做错，怕什么骂？在家里和出去工作不一样，随时啊都可能会被挨骂的。骂就骂咯。你妈不是常常骂我吗？哎，你要做就去做吧，不过先得把妈洗肾的事情安排好。知道啦。阿霞，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什么事啊？看你这么严肃。你要有心理准备啊，我们可能随时会搬家的。为什么要搬家？阿爷说啊，要把我们的房子卖了。为什么要卖掉这里啊？给妈筹点洗肾的钱。哇，他真聪明啊，竟然打起我们的主意来了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这房子也是妈的。以前是啊，可是现在是你在供啊。阿爷说啊，卖了房子啊，那个公募基金还会回到我的户头。我说是你弟弟心胸狭窄，他们夫妇俩总觉得我们住在这里是占了便宜。不管怎么样，房子也没有我们的名字啊。好哦，如果他们肯把妈接过去住，我不介意搬到一间更小的房子，至少我不会因为妈伤风咳嗽而被人家说我不懂得照顾家婆。Hello, 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, Mom. Good morning, honey. Good morning. Daddy，我今天起得比妈咪早，给我多2块零用钱。要是你天天都这么早，我天天给你5块钱。不过你早点吃早餐，要是迟出门我不给你啊。来吃。哎，课本带齐了没有啊？带齐了。咦，有青菜。我呀，这哪里是青菜，这是黄瓜。我只要ham。那就不要吃了。不可以，是我要压低加上去的。他已经被列入学校的肥胖俱乐部了，不吃点蔬菜水果怎么行呢？那就听妈咪的话，吃掉它。我不要，不要。宝，你听我好不好？如果你们不把黄瓜拿掉，那我就不吃早餐，把自己饿死了。哎。好了，怕了你了。Yadi, make some new sandwich for him, and without any vegetables. 我need ham 吗 ？OK？ 你呀，你呢？只喝奶不吃东西，还在减肥啊？你忘了吗？今天公司安排我们去做 health screening， 我可不想等下检验的时候影响到我的血糖还有胆固醇。你吃几粒蛋啊2粒啊。那不是餐，你待会验出来胆固醇一定会很高的。谁说我要验呢？我最怕这种什么身体检查了。汉妮，预防胜于治疗，检查一下自己的健康指数有什么不好啊？汉妮，你不要再提检验好不好？就算是有病，我情愿不知道。你这种就是鸵鸟政策，会出事的。好了，不要吃了，待会儿跟我去检验。那我说好的，我不去检验啊。在私人诊所做检验是要付钱的，现在是流动巴士，不用预约，也不用付钱。我才不捡这种便宜，更何况等下我要跟 Mr. Lee 去喝咖啡。好吧，你去喝你的咖啡，我呢健康第一，我去做 health screening。小姐，早。早。我们是来洗肾的，已经做过所有的检查了。请问叶雅妹是谁？
是我。好，请跟我来。来这里洗肾的病人分成3个班次，早上一班，下午一班，傍晚那班主要是留给上班人士的。安迪，待会你就坐在这里洗肾。哎，船家，你们来了。哎，张校长啊，张校长，原来你也是这个时间洗肾的。是啊。张校长很热心的，我们特别把安迪安排在他的旁边，就是希望张校长能够照顾他。谢谢。你们好啊，有什么事情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啊。你留在这里陪妈妈，有什么事你就叫人，也可以找张校长的。妈，我会啦。大家早，我是 Miss Lim。Miss Lim 也是这里的护士。你好。这里每个病人都有一个专属的 locker， 你们可以把自己常用的东西，像寒衣啦、袜子啦，都放在里头，那就不用整天大包小包带来带去了。这边有一点冷，后天给妈妈带被子来。好啊，这样你就能把被子放在 locker 里头了。没问题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这个塑胶盒是属于你的，里面是一些你洗肾所需要的东西。这是人工肾，它的功能就像肾脏一样，我们要把它装在洗肾机上，才能开始洗肾。那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保管吗？这个由我们来帮你保管，每次病人来洗肾，我们就会拿出来。人工肾会坏吗？每个人工肾只能用12次，每个人工肾是50块。安提，如果你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洗肾了。洗肾大约要4个小时，你们等一下再来接他吧。丽丽，爸爸把妈妈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妈，我们要去做工了，有什么事你叫丽玲叫护士来。你放心吧，丽玲会在这里陪你，等你洗完肾之后会带你回去啊。你可以走快点嘛！哎呀，来了，吹什么吹？我快迟到了，你也真是的，明知道我赶时间，还挑这个时间上厕所。刚才我从厕所出来，你还拉着丽玲说个不完。把一老一小留在那里啊，我不放心嘛。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这里人这么多，又有张校长，你怕什么？都不知道丽玲会不会照顾妈。我看等一下你还是回来看一下，要她带妈回家，不知道她行不行啊？如果是二叔的儿子呢，我就不敢担保；但是我们的女儿呢，我绝对放心。糟了糟了，一定是老板找我了。你的？谁啊？大姐家打来的。喂？什么？大姐，你出来好不好？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。大姐，你出来啊！你开门啊！大姐，你回答我好不好？大姐，开门呐！姐夫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他关了大半天了，不吃又不喝，刚才还在哭，现在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他要是大吵大闹，我还知道他想什么。他就是一声不响，我才麻烦你。你别这么说，大姐是我唯一的亲人，你不找我找谁呀？慧霞，你知道吗？你姐姐的情况已经严重了，医生说一定要动手术。动手术？动什么手术啊？为什么这么严重啊？医生说你姐姐的伤口病菌已经蔓延了。大姐，你出来！
你相信我，我陪你去看医生，我会跟医生说你不要动手术，好不好？大姐，有什么事出了再说吧。大姐，开门了，大姐。怎么会这么严重啊？只是一个小伤口啊，怎么会烂成这个样子啊？医生说，脚趾不切掉，以后会烂到脚板了。我不要锯掉我的脚。我也不希望你受苦啊，可是我们不能不救你呀。我锯掉2根脚趾就残废了，我以后就不能跳舞了。切掉2根脚趾，你还是可以跳舞的。如果再拖下去，你想跳都难了。你骗我的！刚才你说你会帮我跟医生讲，不用我动手术的。大姐，我不知道情况已经这么严重了，所以为了你好，我一定要送你进医院。你们都是这样的，要把我的脚切掉。你的脚趾已经死了，今天不锯掉它，以后要锯掉的是你的脚板啦。为什么你们都要一块一块的把我切下来？大姐，现在只是切2根脚趾，如果你不切掉，会越来越严重的。肉是我的，身体是我的，切掉了就没有了。大姐，有人为了活命，连手臂都可以活生生的割下来，你只是牺牲2根脚趾就能活下去，你就不能说不？我和姐夫是不能看到你自暴自弃的。你记不记得妈死的时候说过什么？我们2姐妹没有其他的亲人了，所以我们必须照顾皮子。我一定要你好好的活下去，因为我们谁都不能失去谁啊！检查结果还不错 ，BMI 是20，血压是125/80，你的血糖是100，胆固醇是181，不过你的脂肪含量是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太胖了？脂肪含量是26.5，一般女性的要求应该是少过27%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减肥呀？可能应该多做一些运动和注意一下饮食就可以了。我知道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让自己胖下去的。真好吃。没有搞错，你们买了这么多食物，而且这些食物都很油腻的。哎，都说了嘛，人生嘛，要吃就吃，要玩就玩，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天上突然间掉下一颗炸弹，嘣的一声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哎，我支持你，工作的这么辛苦，生活当然过得好一点。喂，你吃了这么多，你忘了你身上的脂肪吗？放心好了，我有这个啊。以前我一吃是吃2颗，从今天开始我决定吃双份。喂，小姐，你光吃减肥药会不会出问题的？这些药是由植物提炼出来的，不是什么化学药品，会有问题的。药是不可以乱吃，你体内的脂肪到了顶线，并不是说你肥胖，只要你稍微注意一下饮食，多做运动就没事了。小姐啊，做运动要出汗又辛苦，身体健康比一切都重要。总之，药是不能够乱吃，吃出了毛病，你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哇，你说的这么恐怖啊？好啦，这次就听你的，不要吃药。来吃啦！要不是你的帮忙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把他送到这里来。如果不是你打电话给我，我都不知道大姐的脚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了。要怪也只能怪我自己。明知道他有糖尿病，也狠不下心逼他戒口。大姐从小就爱乱吃东西，
就算你限制他，他也一样会偷吃的。希望经过这次的教训，他能够改改他的饮食习惯。真没想到剪指甲剪伤了一点皮肉，竟然会搞成这个样子啊！没有病，不知道生病的痛苦。慧霞，糖尿病可能会有遗传的，你要小心点。我会的，我家会有肾脏病，我们全家已经吃得很清淡了。病有时候是静悄悄的来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你妈有病，慧莲也有病，我看你还是要做定期的检查。我一天忙到晚，哪有时间啊？没有时间只是个借口，对于病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。慧莲就是个好例子，以为孩子大了，可以无忧无虑的，就大吃大喝，不注意健康，结果一爆发，就不可收拾了。怕只怕防不胜防，真的会遗传，那我又能怎么样呢？慧霞，所谓病从浅中医，你家里还有老少，你可要小心一点。妈，爸爸。啊，哎，怎么今天这么早啊？心里老是想着妈，所以就早点回来了。你当我是残废啦？不是啊，妈，我是想知道你洗肾洗得怎么样了。当然很累啦，那支针啊插入手臂那里啊，你说痛不痛呢？啊，有没有汤啊？我很口渴啊。有。妈，你不能喝太多汤水，这碗汤呢是我特别炖的，特别浓的，也只能喝小半碗了。妈妈吃饭，爸妈吃饭。妈妈吃饭，爸妈吃饭。哇，好难吃哦！小孩子怎么这么挑剔？是妈忘了放盐。不是，是我故意的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家煮的菜呢就会少盐、少糖、少油、少酱清。哎呀，怪不得那些汤啊，好像白开水一样。我去拿酱青。不准拿。为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吗？姨妈有糖尿病，妈妈呢有高血压，这些病都会遗传的，所以我们一家人得病的风险很高，一定要小心啊。如果是遗传的，那什么都不用吃了。对啊，妈，就算我们什么都不吃，还是会得病的啊。总之，我只有一句话，就是要防。可是这些菜那么淡，我们天天吃也会腻的啊。吃久了就会习惯了。如果能够美味和健康并重啊，那就太好了啊！爸说的对，我去拿酱青。你们一个个就是这样不听话，你姨妈就是不听话，现在2根脚趾都被切掉了。咦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有病不戒口，乱吃东西喽。那她现在怎么样？又哭又闹的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唉，有病的人当然是不开心的啦。唉，糖尿病会遗传的，我很担心哎。你担心什么？担心的话就去做身体检查。有没有搞错？好端端的去做检查，万一查出来真的有病，那不是很冤枉吗？你这是什么歪道理啊？没有病怎么会检查出病来呢？哈！一个人呢，就是最怕知道真相的。哎呀，还是不要了。家里发生这么多事，我不想再听到什么可怕的消息了。妈，不用担心，老师说只要喝多一点水就会没事的。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不用担心了啊，吃饭。妈，是不是我的灯太亮，照到你不能睡？不是，哎，妈妈口很渴，你快点去倒杯水来给我喝。可是爸爸说不能乱给你喝水的。不行啊，妈妈真的口很干。哎，如果倒一杯不行，你倒半杯给我喝吧。半杯真的可以啊？可以。哎，你不是说过多喝水对身体好，喝不够水会生病的吗？那是老师说的。对呀，那你快去倒杯水给妈妈喝，要不然
妈妈会生病的。哦。妈起身了吗？不知道啊，我刚才叫他出来吃早餐，他没回应啊。妈，你起身了吗？我要去上班了，你出来吃早餐啊。妈，妈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没有动静啊？进去看看喽。锁了。哎，丽玲，你干嘛把房门反锁啦？我没锁啊，可能我妈要换衣服才把门锁上吧。换衣服也不用那么久的嘛。妈，快出来吃早餐啊！妈，妈不会有事吧？我去拿钥匙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很辛苦啊？没有发烧啊？妈为什么那么辛苦啊？妈妈半夜的时候就不舒服了。她半夜的时候就不舒服，为什么不过去告诉我们呢？我怎么知道？现在怎么办？我看我们带妈去看医生吧，啊！妈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很辛苦啊？护士小姐，我家婆看了医生，医生说只要她洗了肾就会没事的，为什么她还会这么辛苦啊？她身体内的水排不出来，导致肺部积水，所以才会呼吸困难。那接下来4个小时，她都会那么辛苦洗肾吗1个小时后，如果能把她体内多余的水分都排掉，她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肾脏病人的肾已经不能操作，他们1天的喝水量不能超过500毫升。喝下去的水如果排不出来，会导致水肿，再严重的话还会休克。这一切从你母亲开始洗肾的时候，医生和护士都应该告诉你们了吧？有啊，我有限制她喝水，虽然我不肯定她1天是不是喝少过500毫升，不过不至于这么严重的啊。会不会是昨晚妈喝的汤啊？汤也是水啊？不可能的，我知道她不能喝水，所以昨晚那些汤我煮的特浓，而且我只给她喝1小碗呢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你做了什么啊？他昨晚喝了3杯水。怎么会这样的？他本来说只喝半杯的，谁知道喝啊，就喝了3杯。你呀，真是不懂事。妈妈要是有什么事，看你怎么办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妈妈会这么辛苦。你好了，不要再说他了，他也不是有意的，以后小心点啊。肾脏病人体内的水分本来就很难排出，尤其是老人家，他们没有运动，又很少排汗，所以体内的水分很难排出来的。不过你们别那么担心，他应该是没事的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妈洗了肾没那么辛苦了。妈，你累了，睡会儿吧。我一闭上眼睛，就见到你舅舅。我昨晚一整晚睡不着，他来找我。你昨天晚上不舒服，一定是做噩梦了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做梦，总之我见到他，满身黑黑的都是灰。他说下面很冷，很可怜，叫我下去陪他。妈，别傻了，不会有事的。
都说是做梦了。你千万不要让妈受苦。要是我去了，你最重要多烧几支香给我。妈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你累了睡一会儿吧，醒来就会没事了。妈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，睡会儿吧。你好好看着妈，我要去上班了。你现在就要走啊？我要去看姐姐。妈现在这样，你放心走开吗？好好看着她啊，我赶时间。喂，姐夫啊，大姐情绪怎么样？她动完手术了，刚醒过来，可是醒过之后一直哭个不停。这样吧，等一下看我能不能抽点时间，我过去帮你劝劝她，好不好？喂，立中啊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我刚才遇到塞车。我告诉你啊，妈妈今天心情怪怪的，你要好好看着她。知道了，我会陪着她的，一直到你回来为止。我看完姨妈呢，就马上回来。记得不要给妈妈喝太多水啊。大姐，没了，我2根脚趾没了。没事的，以后小心一点就会没事的。以前的事就别再去想了，以后要怎么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煮了一些猪肝汤，你要不要喝一点啊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，我煮的很清淡的。我以后再也不敢乱吃东西了。这就对了，有病就要面对，要好好照顾身体。以前我不听话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吃的我的血糖越吃越高，我的脚趾又烂又黑。现在我知道，有一些错真的不能弥补的。失去了2根脚趾，能够让你清楚知道事情的严重，总算还值得安慰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再也不要失去什么了。我拿汤给你喝啊。立中，立中啊！妈妈回来了没有？什么妈妈回来了没有？我叫你留在家里看住妈妈，你干嘛跑出去啊？要是给你爸爸知道你留妈妈一个人在家，他不骂死你才怪。妈妈不在家。他去了哪里啊？当幸福转弯，一切都变样。我要走的路程，却没有不同。